欢迎来到 Ants 亲子书房练习曲频道的每周正念单元，我是今天为大家拆解内容的导游。一开始呢，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来，邀请你先跟着我深呼吸一次。好，现在请在脑海里想象一个你超级熟悉的画面。当你看到孩子又在重复那个让你抓狂、说了800遍都不听的习惯时，你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先别急着有压力或评价自己哦，非常诚实的把它写在留言区吧。请轻轻记住这句话，因为在今天这趟解析旅程的最后，我们会一起来看看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到底对孩子的大脑施了什么魔法，或者说产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今天的导航地图吧。我们今天会为大家拆解4个部分，首先是解码大脑，接着是超实用的4阶唤醒术，然后是给大人的正念急救，最后呢会带大家进行本周练习。哦，对了，千万别忘了要看到最后哦，因为在节目的尾声，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温柔，而且绝对会让你觉得很受用的提醒。那么我们就先进入第一部分，解码大脑，来聊聊为什么我们苦口婆心的提醒，最后在孩子耳里全都变成了噪音。我们大概都有过那种崩溃时刻吧？你好好跟他说不要跑，他没反应；你稍微大声一点，他还是继续。最后你真的理智线断裂，大吼一声，孩子才吓到停下来。其实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真的不是孩子故意在挑战你的底线，这完全反映了他们大脑里正在上演的真实状况。这就像是大脑里有2个区域在拔河，一边是负责理性思考、调节冲动的前额叶皮质，另一边呢是主导生存本能跟情绪反应的杏仁核。当孩子处在极度兴奋、混乱甚至恐惧的时候，他理性的前额叶盖子就像是突然被掀开了一样，接着过热的杏仁核就直接接管了整个大脑的控制权。所以呢，最关键的一点来了哈，当杏仁核过热的时候，大脑会强制进入一种叫做战或逃的求生模式。在这种状态下，你想想看，你的任何说教、威胁，哪怕是讲了一大串的大道理，对孩子的大脑来说，通通无法被解读成有用的资讯。相反地，这些话全都会被大脑自动过滤成非常有侵略性的环境噪音。也就是说，要让提醒真正听进去，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更大的嗓门，而是要帮他们的神经系统重新开机、重新对焦。接着我们进入第2部分，4阶唤醒术。这是一套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核心攻略。在开始前，我们先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底层逻辑：没有安定的神经系统，就没有办法传递任何资讯。为了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会在这段解析中带大家学习这套充满同理心的沟通方式。它总共包含4个步骤：频率共振、客观显影、边界赋权，还有价值标注。这能帮助我们从最底层重新把亲子的对话建立起来。别担心，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第1阶叫做频率共振，白话一点说，就是建立神经同步了。操作起来其实超级简单，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让你的视线跟他平齐，然后轻轻叫他的名字。接下来，请做一个最重要的动作，那就是刻意停顿3秒钟。对，你没听错，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感受这3秒钟。1、2、3。这个停顿可不是在无奈的干等哦，这其实是在帮孩子的大脑从单向的输出模式切换到准备接收资讯的神经挂档。等到孩子的注意力回到你身上之后，我们就进入第2阶，客观显影。大家想象一下这2种对话情境哦。第一种是带有评价的标签，像是你怎么又把这里弄得这么乱啊？哇，这句话一出来，会瞬间启动孩子大脑的防御机制。但如果是另一种单纯客观的观察呢？比如你说，我看到地板上有5颗积木。当你只描述客观事实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你去核对环境，让他自己去发现问题。没错，这就是唤醒他觉知的第一步。接下来是第3阶，边界赋权。这张画面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点出了人类天生都有一种追求胜任感的本能。对着孩子，你可以试着抛出一颗强大的信任球，很温柔地跟他说：宝贝，我相信你是有责任感的。我能相信你会在5分钟内把这5颗积木放回篮子里吗？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身份植入哦。这会让他觉得，我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我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而不是因为害怕被大人骂。最后来到了第4阶，价值标注。当孩子真的开始行动了，听好咯，哪怕他只捡起了一颗积木，你都要赶快捕捉这个闪光点。你可以这样说：谢谢你愿意配合，我看到你把积木收好了，这让家里变得很舒服。这么做可以大大建立孩子的归属感，让他深刻体验到一件很棒的事，原来只要我做出正确的行为，也能得到爸爸妈妈这么高品质又温暖的关注。好，刚刚谈完了孩子，我们现在把焦点拉回大人身上，进入第3部分正念急救。这是专门为崩溃父母设计的内在修炼。老实说，在真实的教养现场，面对一团混乱，我们常常还是会忍不住崩溃的，因为我们就是人呐。正念父母的先决条件，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安定。如果你自己都还在情绪的暴风雨里面，你是绝对拉不住那个在风暴里的孩子，对吧？当你感觉到无名火开始在胸口烧起来，肩膀变得紧绷，呼吸也开始变短促的时候，请你先放慢脚步。我们来试试这个只要30秒的微正念急救法。首先，第一步，察觉，在心里告诉自己：哦，我感觉到我的愤怒正在上升了。第二步，接纳这个情绪。第3步，深呼吸。来，我们现在一起试一试，慢慢的吸气，感受空气进到你的腹部。然后缓缓的吐气。最后第4步，转移焦点，提醒自己，我现在要解决的是眼前的问题，而不是眼前的孩子。在这4个急救步骤里面，最重要也最难的其实是接纳。现在请在心里跟着我，非常温柔地对自己默念一次：我不是一个糟糕的父母，我只是太累了。真的，面对失控跟混乱，会觉得生气，觉得挫折，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允许自己有情绪，其实就是正面教养里面最温柔，同时也是最有力量的一环。情绪平稳下来之后，我们来进入第4部分，本周练习，也就是你的微行动清单。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把今天拆解的内容实际应用到日常生活里。记住哦，我们不要求一次做到位，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父母，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落实的微小行动。来，这是这周要给你的练习清单。第一，冲突点扫描，你可以先挑一个你们家每天最常发生的战场，譬如说收玩具啦，或是每天晚上的刷牙大战。第二，心智演练，趁着洗澡或通勤这种零碎时间，先在脑海里把我们刚刚说的4个步骤自己演练一遍。第三，这点最重要了，实践1次。这个礼拜只要有那么1次，在你快要气到咆哮的时候，试着蹲下来叫他的名字，然后停顿那个充满魔力的3秒钟就好。最后第4，自我抱抱，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大成功还是大失败，只要你有意识的尝试了这个新方法，请你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有一个肯定的微笑。随着今天的旅程慢慢接近尾声，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单元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当孩子让你抓狂的时候，你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句话，如果你发现它带有强烈的评价或者是责备，你就可以明白，其实它正在悄悄地推开你们之间的连结，把孩子的大脑逼进了逃避模式。但如果那是一句客观的观察，它就会像是一双温婉的手，把孩子邀请进一个愿意合作的空间。其实啊，正念教养从来就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永远不生气、完全没有情绪的完美圣人。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就算身处在情绪狂飙的风暴当中，还是能够看见孩子身为人的真实需求。当我们愿意放下身段，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控制者，转变成一个陪着他并肩同行的引路人，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孩子其实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渴望跟你合作哦。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对吧？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承诺过的，在最后，这是我要送给你的温柔提醒。每一天你都在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庭努力着，你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而那样就已经足够了。你做得非常好。希望今天为大家拆解的内容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点平静的微光。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每周正念单元，非常邀请你订阅按亲子书房练习曲频道，也请把这份解析分享给身边需要支持的父母们。别忘了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今天的收获哦。我们下周在正念的练习中再见啦，拜拜。